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会继续安装另一款软件，叫做 Hermes Agent。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OpenClaw 和 Hermes Agent 的特点。对 OpenClaw 来说，因为它出来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它的 skill 的发展也比较多。所以如果你们有一些需要用到的 skill，可以去 Claw Hub 那边寻找一下。再来是它的多 agent 团队，你可以在 OpenClaw 设立不同的 agent 来应付不同的工作。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上下文会用的非常多。如果你是使用付费 AI 的话，那你必须选择那些量大、额度多和费用少的配套。如果你是像我们使用本地模型的话，你的显存和内存也必须够大。比如说我们现在跑的本地 agent 所需要的模型，必须是千问 3.6 27B 或者是 Gemma 4 31B。如果你使用的模型低于这个等级，你会发现你的 agent 会非常的笨。现在我们来说一说这一个 Hermes Agent， 它和 OpenClaw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第一，它比较像我们个人的私人 AI 助理，它会一直不断的进化来迎合你。第二，因为它设计的关系，它使用的上下文没有 OpenClaw 那么多，所以它回复的速度也比较快。就在刚刚不久前 Hermes Agent 它已经推出自家的 desktop 版本。如果你是新手小白，那使用这个 desktop 的版本会比较友善一些。如果你是新手想学习，或者你已经习惯使用 terminal 输入 command 来设置，那 Hermes Agent 也是一样支持。现在让我们打开 Hermes 的网页，就是这一个 hermes-agent.noseresearch.com/desktop。然后我们往下拉，这里它会侦测到你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Mac 还是 Linux。这里它已经侦测到我们使用的是 Ubuntu，所以我们点击这一个，然后我们点击 Copy， 把这一段命令给 Copy 起来，打开我们的 Terminal， 然后粘贴 Enter。现在它会自动安装，所以我们需要等一下。这里它侦测到我们之前有安装 OpenClaw， 然后询问我们需要 import 它的设定进来吗？这里我想设定一个新的 agent， 所以我选择 No。这里我们选择 Quick Setup 来进行一个快速的设置，然后才来进入它的 desktop 版本来做进一步的设置。这里会弹出他们的网页，来让我们付费使用他们的一些服务。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设置使用本地的大模型，所以我们会 cancel 它。我们按 Ctrl C， 接着在这一面我们选择 Logger， 然后按空格键。这里我们先不要设置通讯软件，我们 Skip。现在我们打开新的 Terminal， 然后输入这一行命令 Hermes Desktop。这是 Hermes Agent 最新的 desktop 版本，比较简洁和方便使用。这比之前必须使用 Terminal 来输入多了一个选择。现在我们打开设置，然后找到这个 Provider， 然后选择 Other Provider。看起来还是没有选项可以让我们选择本地的模型，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回去 Terminal 继续设置。现在让我们把这一个 desktop 的版本先关掉。这里我们输入 Hermes Setup， 一样，它侦测到我们 OpenClaw 的安装档，但是我们不需要，那我们按 No。
然后我们要现在设置一个 full setup，这里我们才可以选择我们的 LM Studio 按 Space，然后这一个 API key 我们可以随便输入，我们放一个 LM Studio，这里我们要输入我们的 IP 地址。看，它已经侦测到我们已经下载的模型，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千问3.6 27B。这里我们选择它是 Logger。现在我们暂时不要设置这一些通信软件，我们按 Escape。这一个是它的功能，我们可以按 Enter 保持默认。这个是它上网的配置。现在我们先选择默认。如果将来你发现它的搜索效果不是很好，你可以回来这里再选择其他的选项。所以这里我们保持默认。这里我们输入我们电脑的密码。这一面是生成图片的功能，我们不需要，所以我们选择 Skip。这一个是 Text to Speech， 我们也不需要，我们 Skip。这一个也是网页搜索，我们可以选择DuckDuckGo这个免费的服务，然后好，设置已经完成。现在我们重新输入这个 Hermes Desktop。好，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Hermes Agent 的 Desktop 有什么东西。我们看第一个，这个 New Section 是你每一次要开新的对话，我们就点击这里。接着是这一个 Skill and Tools， 这里是已经暂时安装好的 Skill 和 Toolset。如果这里没有你要的 Skill， 那我们需要回去 Terminal 去进行安装。接着是 Messaging， 这里是给我们连接我们的 Telegram 和 Discord 的设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回去 Terminal 那里进行设置。下面这个 Artifact， 它是我们将来进行对话后所产生的图像、file 或者是连接，它都会显示在这里。接着我们看下里这里，这里有一个房子的图案，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新增新的 Hermes 的风格，你可以创建它是严肃或者是调皮的性格。这里我们点击加，然后填上你新增 profile 的名字。下面这里你可以填上你要它的形式风格。这个 profile 一旦你创建了以后就不可以更改。一旦你有新的风格想要添加的话，你需要新增一个新的 profile， 然后把这旧的 profile 给删除。接着我们往左下角点这一个图案，这里会有 Section、System 和 Usage。Section 来说，它这里所显示的会和你左手边这一些出现的对话框一模一样。接着是这个 System， 这里是你的 Hermes 它后台正在运行的状态。接着我们看 Usage， 这个 Usage 如果你是付费 API 的话，这里就会看到你的 Section、API Call、Token 和你大概使用了多少钱。如果你和我们一样都是使用本地的模型，那这个就是一个参考而已。现在我们看隔壁是这个 Gateway Ready， 这里是让你比较快速简单的看到它现在 Hermes 它后台运行的状态。接着它的旁边是 Agent， 这里是暂时的 Sub Agent， 只有在进行比较复杂的任务的时候，它才会分散出来给 Sub Agent 来处理。平时的话，这里是不会出现任何 Agent 的。它隔壁就是 Cron，
这个是 Hermes 最近才刚刚新增的一个功能，它和 OpenClaw 一样，可以创建重复性的任务。这里我们填上任务的名字，下面这里是填上任务的指令，然后它的频率是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每一天、周日、周末、每个月或者是每小时。如果你想要特定的时间，你要选择 Custom， 然后填上你要的时间。接着要把它所获得的资料要如何通知你，你要把它给回复在这一家电脑，或者是送去通信软件。接着我们往右下角看，这里会显示当前我们正在使用的哪一个模型，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当前的版本，现在有新的版本要升级，我们等一下才来进行升级。接着我们往右上角的设定点击，这里第一行是 Mode， 就是我们选择本地的 L-N Studio 和千问 3.6， 这里下面我们就不需要去理它，保持默认。现在我们点击 Check， 这里有 Personality Hermes 的风格，如果你不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你可以来这里尝试一下 Hermes 已经预先设置好的风格去使用。Time Zone 是你的时区设定，如果你是时常跨时区旅行的话，那你就要在这里做一些设定。Reasoning Block 它是在你对话的时候，它会显示出它这个模型如何思考来回复你。如果你是研究模型的话，你可以打开这一个选项。这个 Image Attachment 如果你是只是单纯拿来使用扫描文字而已的话，你可以选择 Text， 因为它这可以节省比较多的 token 和回复速度比较快。Native 的话，它就会把整张照片给扫描起来，也会使用更多的 token 和比较慢一些。接着是 Appearance， 这是你 Hermes Desktop 的外貌，它有不同的颜色让你选择，所以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你去选择你要的颜色外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 Workspace， 这是你的 Hermes Agent 它运行的环境，基本上我们保持着默认。接着我们来看 Safety， 在 Safety 这里，在下面我们就保持默认。上面这里是 Approval Mode， 如果当它在需要修改你软件或者系统的文件的时候，它需要你手动允许。如果你是很相信你的 Agent 的话，你可以选择 Smart 或者是 Off 完全关掉，它就可以自由的修改你的文件，而不需要等你批准。这个 Approval Timeout 是当它提出要修改文件的时候，它所需要等待的时间。这里60就是60秒，最长可以更改到5分钟。如果超过这个时间你还没有允许，它就会停止当前的修改动作。现在我们来看比较重要的 Memory 和 Context。第一个是 Persistent Memory， 它会把一些重要的对话给记录下来，然后净化自己，让自己来更好的适应你。下面这一个 User Profile 是 Hermes 如何定义你，比如如何称呼你，你喜欢如何的交流方式。接着是 Memory Budget， 这个和 Persistent Memory 有关联，因为如果你把它设定的太大，它每一次运行的时候，它都要占用更多的 token， 运行比较慢一些。如果你设定的太小，它每一次它要储存新的对话的时候，它都要把旧的给删除，变成它不能很好的适应你。这个 Profile Budget 就和 User Profile 有关联，用来记录你的个人行事风格。接下来这个 Memory Provider、Context Engine 和 Auto Compression 我们放着默认。现在我们来看它的压缩功能，这一个 Compression Threshold 设定 0.8， 就是说在你的上下文达到 80% 的时候，它就会进行压缩，来让你下一个对话有充足的空间。接着是这个 Compression Target， 这里设定 0.2， 是说它一旦进行压缩，它会把那一些对话给压缩成 20%， 来腾出更多的空间给新的对话。最后是这一个 Protected Recent Message， 这里默认设置为20，
意思是说它会保留最后20条信息原封不动。当那些旧信息被压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信息遗失，所以保留这最后20条的信息是让他知道当前的任务进行如何，然后该如何继续下去。接下来这个 Voice 和 Advanced 已经有默认设置好，我们就不去动它。接下来是 Provider， 这一些都是付费的 API， 因为我们没在使用，所以我们跳过。这个 Gateway 有分成 Local Gateway 和 Remote Gateway。Local Gateway 就是我们本地部署的 Hermes Agent 本地运行。Remote Gateway 是你有另一架更强大的 server 来运行 Hermes， 然后可以让更多的 user 来连接使用。最后是 MCP， 这里如果你有任何运行 MCP server 的话，可以进来这里做设置。Archive Chat 是以后你的对话要封存的话，全部都会被储存在这里。Hermes Desktop 的功能就讲解完毕，现在我们要开始设置 Telegram 和 Discord 连接 Hermes。这里我就不详细解说如何在 Discord 和 Telegram 设置 bot，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回上一支影片。我已经建立好新的 channel 和新的 bot 给 Hermes 使用。现在我们回来我们的电脑，打开 Terminal， 然后点击新增的 Terminal。这里我们选择 Hermes Setup， 然后选择 Full。这里选择 Model， 我们跳过。这个也是我们跳过。到了这里，我们要设置 Discord， 我们寻找 Discord， 然后 Enter， 然后输入我们刚才 copy 的 token。好，设置完成。现在我们去 Discord 看我们的 Hermes 会不会回应我们。没有反应，看来我们要叫 Hermes 自己排查问题。因为从安装 Hermes 开始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帮 Hermes 起一个名字。现在我们给他一个名字，然后给他知道我是谁，如何称呼我。现在我们来叫 Hermes 自己来排查连接 Discord 的问题。这里它出现需要我们允许它修改文件。现在我就选择 Allow this section。
这里可以看到 Discord 已经成功连接，那我们回去 Discord， 还是没有回应，看起来Hermes解决的问题不是很彻底。看起来是我的问题。现在我们再回去 Discord 那里再解决一些设定。设定完成，现在叫 Hermes 继续排查问题。好，Hermes 已经完成设定，我们回去 Discord 再尝试一下。看起来 Hermes 可以在单独的窗口回复我，但是没有办法在他的频道里面回应。这样我们应该是要 copy 他的 server ID， 让 Hermes 把它给加进去设定。经过漫长的排查错误和等待，终于把设定给搞定。这里我们给了 Hermes Channel ID 和 Server ID， 然后我们回去 Discord 这里询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然后 Hermes 它就会自己自动检查问题。到了这里，它会给出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我会要求他把所检查到的问题给解决。在他继续检查和设定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动作需要我们允许。在允许过后，他就会把剩余的设定给设置好。接着，当我们回去主频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成功的回复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使用 Hermes 看看它运作如何。这里我已经下载好 Gemini 的提示词 PDF， 我们把这一段文字给 copy 起来，然后叫 Hermes 帮我们翻译成中文。虽然这段文章不是很长，但是可以看出它的翻译速度也很快，而且它的语法顺畅度也不错。现在 Discord 的设置已经完成，现在我们继续设置 Telegram。现在我们打开 Telegram 的网页，这里我们需要去 Bot Folder 去获取我们的 Bot Token 和去 User Info 获取我们的 User ID。这里我不详细讲解设置的过程，如果你们需要可以看回我上一支影片。这里我会直接跳过到下一步。
好，我已经获得 Telegram 的 bot token， 现在我们回去 Terminal 继续设置。按空格键，然后 Enter，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第二，然后粘贴我们刚才的 bot token。接着这个 user ID 回去我们的 Telegram， 回来这里，然后 copy 这一段号码，然后粘贴这里。这里询问我们需要再重新设置 Discord 吗？所以我们不需要，选择 No。好，设置完成。现在我们回去 Telegram。现在我们回来 Hermes Desktop， 然后选择这个 Messaging。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已经输入了那个 bot token 和 user ID， 但是这里还没启动它。我们点击一下这里，然后我们回来这里输入这个命令，让它重启。接着我们要把 Hermes Desktop 给关闭，然后重新打开。然后我们回来 Messaging， 可以看到现在 Telegram 已经成功连接。然后在这里下面 Gateway，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Discord 和 Telegram 也已经成功连接。现在回来我们的 Telegram， 这里我们点击刚才 Bot Father 提供给我们的 Bot 的连接，然后打开这里，然后我们输入。好，现在 Hermes 已经成功在 Telegram 那里回复我们，所以 Telegram 的设置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就在前几天 ，LM Studio 刚刚更新了他们的软件，里面已经多出了一些设置，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更改。比如说，它新增了这个 Evaluation Batch Size 和 Physical Batch Size。这里它默认的数值太大了，我们必须把它给更改成更小的数目，比如说512或者是256。因为这个数值如果新增的太大的话，它会反而拖慢你整体的运行速度。接着我们打开 Ctrl+Shift+R， 在这一个 GGUF 这里，它有很多不同的 CUDA 版本，你必须逐一的去选择试用。因为有一些版本，比如说最新的版本，它可能会拖慢你的显卡的运行速度。现在我在这一个 V2.19.1 反而是最快的速度，因为在这一个21的版本，我的速度只有少过10 TPS， 而在这一个 2.19 的版本，我可以跑到35的 TPS。接着我们往这个 Hardware 这里点击。在 Strategy 这里，它新增了一个 Tensor Parallelism。这一个的好处是，它会把模型平分在2张显卡上，所以你的双显卡会运行的更有效率。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影片，请记得 Like、Share 和 Subscribe。